歡迎大家回到愛勝的頻道。540公斤，我們把這個重量在生活裡面感受一下，大概是一輛小汽車的重量，大概就是這個數。但是這540公斤的東西，讓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砸下幾百億美刀，彈藥費就燒掉了165億。2個航母戰鬥群每天數億美刀的吞金量，隱形轟炸機、鑽地彈、航母、特種部隊愣是拿它沒有任何辦法。這540公斤是伊朗的濃縮鈾，達到60%的高純度的濃縮鈾，距離能夠制造核彈的武器級別只差最後1%的工程量。那如果進一步濃縮到90%，足以提供10到12枚的初級核武器裝置的核心裝填藥。注意，我說的是初級核裝置，它並不是核彈頭。從核材料到能夠裝上導彈的彈頭，中間還隔着複雜的類爆設計跟小型化的技術，但光是裝填藥這幾個字兒就足夠讓很多人睡不着覺了。這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1枚就足夠抹平地球上的一座城市。2025年6月份，美国跟以色列聯手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空襲，但100多米深的白堊紀石灰岩把濃縮鈾保護得很好。美軍他自己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都向國會承認說，我們最大的巨型的鑽地彈對於這個目標可能無效。特朗普他真的在認真考慮派特種部隊空降到伊朗的腹地，用挖掘機把這個隧道挖開，把濃縮鈾裝進防輻射的容器，再用貨運飛機把它給運走。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案應該已經被否決了。特朗普最近在採訪裡頭已經改了口風，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那些東西埋得這麼深，我根本不在乎那些鈾了。從我們要拿走它到我現在不在乎了，中間前後有就隔了不到1個月的時間。所以你看，這就是2026年4月份人類面臨的一個局面：540公斤的濃縮鈾埋在一座山底下，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你不知道伊朗有沒有在偷偷的用它造彈頭，你也不知道它是一顆已經準備好的原子彈，還是說已經變成了一坨放射性的核廢料。薛定諤的鈾，你不打開這座山，你永遠不知道答案。這個故事不是關於伊朗的核野心，它也不是說關於特朗普的戰爭衝動，甚至不是關於中東格局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力量極限的故事。上一期節目我們講了美軍在伊朗的腹地營救 F-15E 飛行員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有一條暗線我沒有展開。這個營救行動所在的臨時跑道距離伊斯法罕的核設施只有區35公里，而就在 F-15E 被擊落的2天以前，華盛頓郵報剛剛報道說，特朗普正在考慮派特種部隊進入伊朗來搶走這批濃縮鈾。所以這個故事到底只是一個純粹的巧合，還是說真的有一個驚天大陰謀，想要搞一個驚天大劫案呢？今天這期視頻我們把這個暗線完整的展開。那要理解2025年，也就是去年這個12日戰爭針對伊朗核設施的這場轟炸到底有多麼的荒誕，我們大家要先知道這個事兒原本已經解決過一次了。2015年奧巴馬跟伊朗簽了一份協議，叫做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簡稱伊核協議。這個名字聽上去非常複雜，但是交易的本質很簡單，就是伊朗你別造核彈了，我解冻你的資產，解除制裁，讓你可以重新賣石油，這樣好不好？伊朗當時有一筆被美國凍結了幾十年的軍火款，大概有17億美刀，本金加利息。那作為伊核協議的一部分，這筆錢還給了伊朗。大家可以猜測一下，伊朗當時有沒有遵守這些協議？事實上，他們的確是遵守了，整整3年時間。國際原子能機構一次又一次的確認說，伊朗他們是在認真履行這個承諾。
濃縮鈾的純度一直壓在 3.67% 以下，庫存被大幅度的削減，阿拉克重水反應堆也是按要求在改造。國際原子能機構每一年的核查費用大概是1000萬美刀左右，相比較而言，這點錢其實不算很多。那這樣一筆買賣看起來是划算的。時間到了2018年5月8號，特朗普上台以後，把這樣一份協議撕毀了。理由就是這個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交易，他要的是一份更好的協議。而伊朗的反應呢，分成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戰略忍耐的階段，整整1年的時間，他們什麼都沒有做，繼續在遵守協議。他們期待歐洲人能夠參與進來，幫助美國人兌現他們的承諾。但歐洲人嘴上對於伊朗說我們支持你，實際上在美國的這個長臂制裁面前沒有什麼作為，一個能打的都沒有。第二個階段是2019年5月份，伊朗開始一步一步突破了限制，先是庫存的上限突破了，再之後是濃縮度從 3.67% 上升到了 4.5%， 然後再突破了 20%。 而去到第3個階段就開始加速了。2021年4月份，納坦茲核設施遭到了一次非常神秘的破壞，坊間普遍認為這個是以色列幹的。伊朗的回應就是直接把這個濃度拉到了 60%。 風度 60%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這裡要簡單解釋一下一些關鍵的物理學常識。鈾濃縮它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想象成是一個爬山的過程。山腳下也就是天然的鈾的浓度大概是 0.7%， 到半山腰的时候大概是 5% 的一個比較低濃縮度的鈾，然後你就已經消耗了大概 72% 的體力。當你爬到 20% 的时候， 90% 的体力基本上耗盡了。等到你達到 60%， 這個時候 99% 的活基本上已經幹完了。所以從 60% 到 90% 的武器級，剩下的工程量其實只剩下 1%。 用技術語言來說的話，把540公斤 60% 風度的鈾再濃縮到武器級，只需要大概564個分離工單位，而生產這批 60% 的鈾本身已經投入了超過55000個分離工。剩下的這些活兒用伊朗現有的離心機只需要不到1周的時間就能夠幹完，不到1周的時間。那有一些觀眾可能就會問到了，既然只差最後 1%， 伊朗為什麼不一口氣直接衝線拿到核武器在手上？這樣的話就可以徹底躺平，不怕美國了嘛，對不對？其實去年12日戰爭期間，我在推特上以及在油管上就分析過這個事兒。今天來看，底層的邏輯依然是成立的。其實伊朗他玩的是一套我稱之為核門槛遊戲的策略，擁有快速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是絕對不跨越這最後一步。 60% 就是這個遊戲的最優停靠點，你已經站在門檻上了，全世界都知道你隨時可以把這一腳邁過去，但伊朗人就偏偏不邁這最後一步，他站在門檻上對着全世界玩雜耍。為什麼呢？因為一旦邁過去的話，你就越過了美國人設定的紅線。美國的底線是伊朗他不能夠擁有核武器，只要伊朗人他沒有真正的造出核彈頭，美國總統就可以掂量一下，我要不要為了一個可能性去打一場全面的戰爭。但以色列的立場不太一樣，以色列的底線比美國要低很多，他連伊朗有制造核武器的潛力都不能夠接受。所以我們看到這過去這麼多年，以色列人他們一直在暗殺伊朗的科學家，要破壞離心機，發動空襲，使盡了各種手段，拼了老命也要把伊朗按在門檻以外3丈遠的地方。而伊朗它恰恰是利用了美國跟以色列2個立場之間的這個縫隙，設計了一個所謂的升級戰略。它的核設施，特別是福爾多，被刻意建造在一個比較微妙的深度，超過了以色列空軍能夠獨自摧毀的範圍。
但是恰好在美軍能夠達到的範圍內。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意思呢？美國人才有全球最厲害的這個巨型鑽地彈，以色列人想要徹底解決問題的話，他就必須要拉美國人下水。但是美國一旦動手打這個福爾多，就等同於向伊朗宣戰，而伊朗人作為反制的最終手段，就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導致全球的油價飛漲。針對伊朗的戰爭，這個衝擊波會從中東蔓延到全球。這個就是我去年6月份所說的升級陷阱。伊朗通過核設施的物理上的設計，把摧毀伊朗核能力的代價從以色列身上轉移到美國身上，再轉移到全世界，然後利用這個橫向升級戰略的代價，死死地綁住美國的手腳。伊朗人這一套其實玩得挺聰明的，確實聰明，但問題是後來的事情大家看到了，美國最終還是動用了 B2 隱形轟炸機，14枚巨型的鑽地彈砸下來，福爾多跟納坦茲都被炸了。看起來好像伊朗人的這個升級陷阱是失敗了，但其實它的底層邏輯依然在起作用。戰前伊朗人的邏輯是你不敢隨便動手打我，但開戰以後變成了就是你打了我也沒用，因為龍朔鈾已經轉入了連巨型的鑽地彈都打不穿的伊斯法罕。這個升級的陷阱就從阻止美國人動手升級成了讓美國人的攻擊無效化。所以大家看清楚這個問題了嗎？伊核協議依然在起效的時候，伊朗的鈾濃縮是 3.67%， 協議被撕掉的7年之後，這個濃縮的風度變成了 60%， 從山腰被按回山腳，完了之後又從山腳一路衝到了山頂附近。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事情發生在2024年12月份，那這個細節在中文互聯網上幾乎沒有人提起過。伊朗其實已經悄悄更換了離心機的食譜，在這之前他們是用 5% 的低濃縮鈾作為原料來生產 60% 的鈾，效率比較一般，每個月大概能夠生產7公斤左右。而2024年12月份開始，他們把這個進料換成了 20% 的鈾，所以生產的速度直接從每個月7公斤飆升到了 37.5 公斤，快了將近5倍。而3個月之後，到2025年5月份，他们的庫存已經從274公斤暴增到了408公斤。到了6月13號，美國人發動空襲前的最後一次盤點的時候，他們的庫存已經達到了 440.9 公斤。這個數字是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實過的最後的一個記錄。但在這之後的10個月裡面，國際原子能機構再也沒有能夠進入伊朗的核設施去做審計跟複查。大家現在在各種新聞報道裡頭看到的540公斤，是後來原子科學公報根據衛星圖像推算的一個物理轉移的總量，包括了 60% 跟 20% 兩種不同濃度的鈾。具體的數字現在到底有多少？說實話，沒有人知道。550公斤也好，或者是440公斤也好，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初花1000萬美金一年能夠約束管住伊朗人的這個事情啊，現在不得不就要用炸彈來解決了。所以去年6月22號，7架 B2 幽靈隱形轟炸機從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每一架飛機肚子裡頭掛着2枚巨型鑽地彈。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大？ 13.6 噸，一枚炸彈就比一輛重型卡車還要沉。他們設計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往地底下鑽。標稱穿透能力是60米的加固混凝土，或者是大概40米的硬质岩石。14枚巨型鑽地彈瞄準了2個目標，一個是納坦茲，另外一個是福爾多。納坦茲是伊朗最大的鈾濃縮基地，它的建造方式很有意思，先挖一個巨大的坑，然後把這個核設施建在坑底，在上面蓋好幾層混凝土跟沙土。美國人把2枚巨型鑽地彈扔下去，精確地擊中了地下大廳的結構支撐點，天花板坍塌，離心機徹底報廢了，所以納坦茲這個核設施基本上是廢掉了。
福爾多會更加硬核一點，它藏在山體的內部，上面蓋着60到90米厚的石灰岩，直接從上往下砸，就算是美國人的這個巨型鑽地彈也砸不穿。所以美軍用了一個極其瘋狂的戰術，就是打他們的通風井。先用第一枚炸彈炸開井口的混凝土蓋板，然後後面用4到5枚炸彈以每秒300多米的速度順着打開的通風井魚貫而入，然後在地底下引爆。12枚巨型的鑽地彈砸進福爾多，內部設備大面積的損毀。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幹事後來確認說，絕大多數的敏感設備已經沒辦法使用了。所以到這裡為止，聽起來像是美國人執行了一場非常完美的軍事行動，對不对？但是大家要注意哈，我這裡說的是納坦茲跟福爾多，還有一個地方伊斯法罕。伊斯法罕的核技術中心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這14枚巨型鑽地彈1枚都沒有扔向伊斯法罕，不是因為忘記了，也不是因為這個地方不重要。美軍的參谋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中將，他親自向國會確認說，伊斯法罕的這個隧道啊，比福爾多跟納坦茲都更加的深。我們最大的炸彈對這個目標也有可能是無效的。那這裡我們要說清楚一件事情啊，就算巨型鑽地彈炸不穿100米厚的岩層，那它在山體上方引爆產生的地震波，其實也足以把隧道裡頭的精密設備，比如說離心機，給徹底的震廢掉。但這又怎麼樣呢？離心機只不過是工廠的設備，濃縮鈾才是最終的產品。你可以砸爛掉整個工厂，但是他們的產品已經生產完了，540公斤、豐度 60% 的這個鈾已經是成品了。它作為一個已經生產出來的物質，不會被鑽地彈產生的震動給徹底的摧毀掉，對不对？離心機的鑽子以每秒上千轉的這個速度在旋轉，哪怕是幾微米的震動偏差，都有可能對它產生不可逆的傷害。但是鈾啊，它不需要旋轉，它只是靜靜的待在鋼瓶裡頭。你把工廠炸成了廢墟，但是鈾它們不會受影響。那這座山叫做索菲山，地質學上屬於桑蘭达紀希爾詹構造带。它主要的岩體呢是下白垩紀的石灰岩，夾着白雲的岩層。白雲岩層它是沉積岩裡頭最硬核的品種之一，抗壓強度可以高達25000個 psi。伊朗人的隧道就是埋在100多米深的地方。美軍的巨型鑽地彈對於硬質岩石的穿透極限大概是40米左右。40米對100米，大家可以算一下這個差距。那既然巨型鑽地彈根本不管用的話，美軍對於伊斯法罕到底做了什麼呢？他們打了幾枚戰斧巡航導彈。戰斧的穿透力跟巨型鑽地彈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它能做的事情無外乎是把隧道的入口給炸塌了，相當於是你把一扇門給徹底砸爛了，但是裡面的保險櫃其實是不受影響，對不对？你即便是炸毀了大門，你沒有炸到山體，而山底下的這個濃縮鈾晃都不會晃一下。而更精彩的細節是在2025年6月9號，美軍發動空襲前4天，美國的商業衛星拍到了一組照片，伊斯法罕核設施南側隧道的入口前停着一輛大卡車，卡車上裝着18個藍色的容器。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分析師認定，這個是專用的防輻射抗震運輸的容器，是專門用來轉運核材料的。當4天以後美國人的炸彈落下來的時候，這樣一批容器已經運進了隧道。所以這也就意味着說，伊朗人在美國人的巨型鑽地彈掉下來之前，已經提前把鈾搬進了一座美國人根本炸不穿的山體裡面。好了，到這個地方你可能會想說，核設施不是以前就已經被炸過了嗎？以色列人他們不是之前對伊拉克幹過一次非常成功的空襲嗎？您說的沒錯，1981年6月7號，以色列空軍8架 F-16 戰鬥機飛越約旦跟沙特的領空，對於伊拉克的奧西拉克核反應堆
發動了突襲，整個行動只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反應堆實際上是在地表的，是一個點狀的目標，一次精準打擊就非常乾淨利落的斬草除根。薩達姆的核夢徹底破碎了，而失去核武器作為護盾，他的下場已經整定了。到了2007年，同樣的劇本在敘利亞上演了。以色列空軍他們摧毀了敘利亞的阿爾基巴爾核設施，同樣是地面的建築，也是一次性就搞定了。而阿薩德的下場，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到了2025年，很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同樣的配方，同樣的味道，廢話不用多說，美國人炸就完了。但是伊朗人在過去的20年時間已經多做了一件事情，他們把所有自己值錢的老本都埋到了山底下。這個就是我想說的一個概念，叫做核擴散 2.0。1981年的核擴散是點狀目標的時代，反應堆是建在地面建築，就好像活靶子一樣，等着被以色列空軍來發動攻擊。所以空襲在那個時代是解題的萬能鑰匙。而2025年的這個核擴散進入了分布式深埋的时代，核材料分散存放在多個不同的地下設施裡頭，隧道互聯，覆蓋層超過了鑽地彈的物理極限。你的炸彈越來越精確，但是对手他只需要把東西多埋個幾十米，你就拿他沒轍了。說白了，精確打擊的時代現在是遇上了挖掘機的時代。一噸混凝土才多少錢呢？你一枚巨型的鑽地彈，你要花美國人多少錢？這樣一筆賬，伊朗人其實算得特別清楚。你可以用一枚價值幾百萬美刀的炸彈來摧毀地面上的任何建築，但是你拿地底下100多米的一堆石灰岩，毫無辦法。好了，我們看到美國人跟以色列人他們折騰了半天，炸完了，但是伊朗人的濃縮鈾依然還在。那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麼辦呢？那是不是就應該讓檢察員進去看看唄？那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檢察員來了，他們是全世界核不擴散體系的看門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個核材料的審計師，哪一個國家有多少鈾放在什麼地方，純度多高，理論上國際原子能機構他們都要查清楚。總幹事名字叫格羅西，是一個阿根廷人，幹這一行已经幾十年了。去年6月份，美國人轟炸了伊朗的核設施之後，格羅西他做了一件職責範圍內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向伊朗提出核查的請求。我們想要進入伊斯法罕的隧道，確認一下這樣一批濃縮鈾的狀態。伊朗政府的回答簡單乾脆，不行。理由是什麼呀？因為現場還處於軍事戒備的狀態，我們沒辦法保證你的人身安全哦。這個理由非常的充分，你沒辦法反駁，因為伊朗剛剛挨完炸，他還需要一點時間，對不對？沒辦法，2個月之後，2025年的8月份，國際原子能機構第二次提出了一個核查的請求，能不能至少讓我們的監控設備重新激活？因為美軍空襲把攝像頭跟傳感器全都炸壞掉了。我們現在對於你的核設施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態，完全是兩眼一抹黑。伊朗人的回答也很絕，監控系統被損壞是恐怖主義襲擊造成的。國際原子能機構，你們沒有譴責美國這次襲擊，所以你也沒有資格要求我們來修復。到了10月份提出第3次請求，你們不是已經宣布了一個新的秘密濃縮設施 IFEP 嗎？能不能夠告訴我們坐標和你們的設計圖紙？伊朗人的回答就是，這是機密的防禦工程，它不屬於保障監督的範疇。到了12月份提出了第4次核查的請求，我們需要對 60% 濃縮鈾的庫存做一次實地盤查。伊朗人的回答是，你們11月份的那個譴責決議帶有歧視性，伊朗停止一切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非強制性的合作。在這之後，這個機構又提出了2次請求，一次是說隧道物理受損，入口封閉了，進不去。另外一次，伊朗人最後趕在日內瓦談判期間回復是暫時狀態，無限期推遲。所以我們看到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了6次請求，6次都被回絕了。伊朗人每一次給的理由
都不帶重樣的，但是邏輯內核只有一個：你們一言不合就動手，對我們狂轟濫炸，現在沒有資格談什麼核查的事情。而且伊朗人在拒絕核查請求的同時，還在幹一件事情。衛星圖像顯示，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伊朗人他們一直在用制卸卡車跟水泥攪拌機往伊斯法罕隧道往這個入口處倾倒碎石跟泥土。到了今年2月份的時候，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發布的衛星分析確認，伊斯法罕隧道的所有入口都已經被完全掩埋了。不是把門上鎖，而是用混凝土把門給徹底鎖死了，深埋了。有些觀眾可能會問，伊朗人他們是不是笨啊？把自己的隧道都封死了，那將來怎麼樣把這些濃縮鈾拿出來呢？其實這個就是他們這步棋的精妙之處。伊朗近期根本不打算把濃縮鈾拿出來，因為他們正在挨炸呢，對不对？還記得我之前說過的升級陷阱嗎？開戰以前，陷阱的邏輯是你打我的這個代價太高了，所以你不會輕易動手開打。而開戰以後，伊朗人把這個陷阱升級了，封死隧道是一種緩衝型的威懾，這樣一批濃縮鈾就是伊朗政權的一個終極威懾。只要它還埋在我深深的山底下，美國人永遠不敢對伊朗發動滅國戰爭，因為你不知道在最後的關頭，伊朗人會不會把它挖出來，然後只要1周的時間就可以制造武器級別的鈾。在升級陷阱的 1.0 階段，以色列的水平有限，所以必須要拖美國人下水，但是這個代價太大，所以輕易不敢動手。而到了升級陷阱 2.0 的版本，即便你真動手了，濃縮鈾依然也是安然無恙的，而且薛定諤狀態下的濃縮鈾反而會變成了保單。你現在更加不敢滅我了，因為你不知道我手裡的底牌到底是什麼。到了2月27號，格羅西他簽發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整份文件裡頭最重要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數字，而是反覆出現的4個字兒：無法確認。無法確認鈾是否仍然在原來的存儲容器當中，無法確認是否已經被轉移了，無法確認 IFEP 的設施是否存在核活動。總幹事格羅西後來在一次採訪當中說了一句話，大意就是我們不單單是失去了對於伊朗鈾材料的追蹤，我們還失去了對於真相的解釋權。在伊朗，真相現在已經被埋在水泥跟岩層的地底下，而我們手中只有一些過時的衛星照片。伊朗人不單是換了鎖，扒了窗，連門都用水泥封死了。所以你說現在國際原子能機構他們還能夠核查啥呢？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更加殘酷的真相，就是國際原子能機構這套核查體系從設計上就是非常依賴被核查的對象來配合。你願意讓我查，我就能夠查；你不讓我查，我根本就沒辦法接觸到這些東西，我什麼都做不了。所以這樣一套規則對於守規矩的國家是有用的，但是對於被逼到牆角的現在的伊朗來說失效了。但現在也不只是查不查得到的問題了，在核武器这個領域裡頭，有一個經典的博弈策略，叫做戰略模糊。最經典的玩家可以說是以色列，對不對？以色列人從來都不會說自己到底是有還是沒有核武器，我既不承認，我也不否認。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你有，但以色列人就死活都不說。那這樣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威懾。那現在伊朗人把這樣一個策略翻轉過來了，以色列人在核武器上的模糊策略是我不告訴你我到底有沒有，但伊朗人的模糊策略是你儘管来查呀，但是你進不來。所以以色列它靠的是政策上的一個沉默，而伊朗它靠的是物理上的阻斷。你把檢查員攔在門外邊，把隧道的入口用水泥徹底封死了，監控設備炸壞以後拒絕修復，這樣的話全世界就陷入了一個信息的黑洞。伊朗人的這540公斤濃縮鈾現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有可能還好好的
躺在專用的容器裡頭，隨時可以進一步濃縮。有可能已經在美國人的轟炸當中，容器破裂，鈾已經和廢墟混成一塊，變成了放射性的核廢料。但是也有可能，你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伊朗人已經偷偷的把一部分轉化成了武器級別的鈾，甚至已經開始組裝核彈頭了。真相到底怎麼樣，現在沒有人知道。而這樣一種不知道的不確定性，恰恰是伊朗最強大的武器。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美國跟以色列他們能夠確認伊朗的鈾已經報廢了，好，威脅解除，大家可以鬆一口氣。現在對於伊朗，對於他們的這個政權可以更加為所欲為。而如果能夠確認伊朗已經造好了核彈頭，好了，那你已經跨過了紅線，我們有了再次動武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但偏偏現在的狀況是什麼都確認不了，永遠處在一種它可能隨時變成核彈，但也可能已經是一坨核廢料的這麼一個焦慮的狀態當中。這就是所謂的薛定諤的鈾，盒子不打開，這個貓既可以是活的，它也可以是死的。這個山不挖開的話，伊朗人的鈾它既可以是武器，也有可能是核廢料。這就和我們之前解釋過的伊朗人的核門檻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理事會上想通過一個強硬的決議都做不到。2025年11月份的這次投票，美英法德他們聯合發起的譴責案只拿到了19票的支持，中國跟俄羅斯都投了反對票。12個國家包括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他們全部都棄權了。俄羅斯的代表在會上講了一段非常刻薄的話，大概的意思就是某一些理事會的成員國，你們用炸彈摧毀了核查所需要的这個物理的基礎，然後現在反過來，你要求這個被你們炸得七葷八素的伊朗提供無限制的透明度，這個不單是在道理上講不通，在法律上非常荒謬，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非常偽善的。你還別說，俄羅斯人的這番話從純邏輯上來講還真是挑不出什麼毛病。但是話說到這個地方，我們看到美國人他炸了沒什麼用，查了進不去，那就只剩下談判這個道路了。2026年2月6號在阿曼，美國總統的特別代表跟總統的女婿庫斯納他們飛到中東，對面坐的是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西，帶了一大幫子的這個技術官僚。第一輪談判氣氛還算比較客氣哈，伊朗方面試探性的拋出了橄欖枝，我們可以讓美國公司進入伊朗的石油跟天然氣的市場，甚至可以買你們的波音飛機，條件是什麼呢？你允許我保留在伊朗境內的這個水平比較低的濃縮的能力。說實話，這個最低的底線，它既尊重了美國人設定的紅線，其實也符合伊朗自己的核門檻的政策。但是盧比奧和海格塞斯他們堅決不同意伊朗人提出來的這個條件，他們的立場在於說，伊朗境內不能夠保留任何濃縮的能力，只能夠是零，這個能力只能夠是零，一台離心機都不能夠保留。大家注意到了嗎？其實到這個時候，美國人的紅線已經悄悄和以色列的底線重合了。而到了2月17號，日內瓦進行第二輪談判，這一輪美方攤牌了15項條件，核心條款寫得非常明白，要伊朗永久關閉並且拆除納坦茲、福爾多跟伊斯法罕的所有濃縮的設施，所有高濃縮的鈾要立即運出伊朗，交給美國或者是國際原子能機構來保管。伊朗永遠不得在境內進行任何級別的鈾濃縮。伊朗導彈的射程要限制在500公里以下，停止資助真主黨跟胡塞武裝，接受全天候的實時核查。伊朗代表團當時看完美國人這份清單之後，說了一句什麼樣的話呀？這個不是談判的條件，這個是你必須要簽字的投降書。那如果換了你是德黑蘭的決策者，你會怎麼樣看待美國人非常霸道的這樣一個條件呢？你的核設施剛剛被人炸了，你的最高領袖在
實施憤怒行動開打第一天就被他們斬首了，你的防空系統被徹底摧毀了，你的經濟在制裁底下已經奄奄一息了。在這樣一種情況底下，對方開出的條件是把你最後的底牌也要交出來。其實伊朗的底線不算複雜，可以把 60% 的这個鈾稀釋回 3.67%， 但是必須保留在伊朗境內完成，而且你得要先把經濟制裁全都撤銷。鈾濃縮某種程度上的確是伊朗的主權紅線，他們不會退縮，這條線碰不得。所以雙方在誰先邁開第一步這個問題上是鎖死了。美方說你得先把鈾交給我們，我再撤銷你的制裁，而伊朗說你必須要先撤銷制裁，我才願意稀釋我的濃縮鈾。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信任困境，只不過這個困境的底色是美國在2018年已經撕毀過一次協議了，你讓伊朗現在怎麼樣相信這一次你不會再食言呢？2月26號在日內瓦進行第3輪談判，這一輪其實已經不是談判了，而是徹底決裂以前的過場而已。當時美方在談判桌上已經強硬要求伊朗要交出所有的濃縮鈾，外交通道實際上已經處於斷裂的邊緣。而真正撕下最後一塊遮羞布的是後來華盛頓郵報捅出來的一篇獨家報道。這個報道揭露了美方的底牌，美軍當時已經在制定一份實地作戰的計劃，他們打算派遣特種部隊空降伊斯法罕，用挖掘機強行挖開隧道，靠純物理的手段把伊朗人手中的所有的這些高濃縮鈾搶回來。所以實際上是你一邊跟人在談判，另外一邊已經在策劃怎麼樣入室搶劫了。所以回頭看這3輪談判失敗的原因，不是說溝通不夠，馬斯克特有阿曼做這個中間人，日內瓦有瑞士在牽線搭橋，該說的客套話都說完了，中間人也已經盡了他們的作用。談判失敗的原因其實是結構性的，美方要的是絕對的保障，你伊朗必須是核能力歸零，但伊朗他要的是一個生存的保險，你至少要讓我保留核門檻的能力。而在2018年美國已經單方面毀約的前提底下，現在任何紙面上的承諾看起來都已經不值錢了，對吧？所以我們說到這個地方，美國人炸也炸了不管用，查也查了但是進不去，談也談了但是談崩了，一條路試過來全都走不通，特朗普只剩下最後一個選項，這是一個瘋狂到連五角大樓的將軍們都不太敢想的選項，就是去搶。這個方案是3家媒体分別獨立報道的，華盛頓郵報、CNN 跟外交政策，3家各自都有獨家的細節，但是拼湊在一塊兒就是一幅非常完整的畫面。我來給你還原一下美國人這個搶劫的方案到底長什麼樣。目標是伊斯法罕地下隧道裡頭的這樣一批高濃度的濃縮鈾，以 UF6 也就是6氟化鈾的形態分別存儲在幾十個專用的小型容器裡頭。所以美國人的第一步是要先建立一個空中封鎖，在伊斯法罕的上空拉一個禁飛區。美軍已經在以色列的奧夫達空軍基地部署了12架 F-22， 再加上林肯號跟福特號2支航母打擊群的這個艦載機編隊，這樣一步其實不太難，畢竟現在美國人已經掌握了制空權。而第二步是地面突入，由海豹6隊跟陸軍游騎兵組成的一個突擊隊，他們搭乘 MC-130J 特種作戰運輸機降落到伊斯法罕附近的一塊平地上，這有可能是一條廢棄的公路，也有可能是一塊農田，也有可能是廢棄的跑道。落地之後馬上着手建立防禦的邊界。第3步，這是最瘋狂的部分，也就是開挖。隧道入口已經被伊朗人用碎石跟水泥封死了，所以美國人要先把這些東西清理乾淨。用什麼呢？用液壓挖掘機、起重設備、混凝土破碎機。這些東西每一樣都是好幾噸重，所以必須要用運輸機空運進來。在這個地方要稍微停頓一下，來說一說為什麼要把這樣一批濃縮鈾分散裝在幾十個小容器裡頭？
因為高濃縮鈾有一個非常要命的物理特性，你不能夠把太多的鈾堆在同一個容器裡頭，一旦這個質量超過臨界值，鈾原子它會自發的啟動鏈式反應，你根本不需要引爆，不需要按鈕，它自己就會釋放出致命的中子流與伽馬射線，幾米之內就能當場殺死人。這樣一批鈾它會被切分成幾十份，每一份都要單獨封裝，容器之間還要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所以美國人到時候搬的不是一整塊東西，而是幾十個隨時有可能出事的小型核裝置。但是僅僅是這些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 UF6 这種東西它本身的化學性質。六氟化鈾 UF6 它在常溫下是白色的晶體，但你要是加熱到 56.5 度的話，它就會開始升華變成氣體。那如果鋼瓶在轟炸當中破裂了的話，或者是在挖掘的過程當中不小心撞碎了，那麼 UF6 它接觸空氣當中的水分，瞬間會發生水解反應。它的產物有兩個，第一個叫做氫氟酸，這是一種能夠溶解骨骼的強酸，一旦吸入肺部的話，幾個小時之內就能夠要人命。1986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座鈾加工厂發生過一次鋼瓶破裂事故，13噸的 UF6 洩漏，一個工人當場死於急性肺水腫，有37個人住院。而第二個產物叫做氟化鈾酰，這是一個放射性的粉末，吸進去肺裡頭會導致腎臟衰竭。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美軍想要搶奪這樣一批濃縮鈾的這個場景，在一個被轟炸過的隨時都可能有塌方風險的地下隧道裡頭，美軍特種部隊穿着防化服操作重型機械，在完全不知道這些鋼瓶是否完整無缺的情況底下，把將近3噸重的金屬罐子一個一個吊裝出來，每砸一下都有可能會釋放出致命的毒氣，而且每挪動一次都要擔心這些核裝置會不會太靠近引發鏈式反應。第四步要把這些鈾全部運走。剛才已經說過了，整批鈾分散在幾十個專用的容器裡頭，每一個容器要獨立的防輻射的減震支架，在飛機上還要單獨的固定，容器之間不能夠挨得太近，否則的話中子流互相激發，你的機艙會瞬間變成是一個失控的核反應堆。所以美國人要完成這個行動，他需要的不是1架2架運輸機，而是一個機隊。後勤專家他們估算總的載荷大概是47噸，鈾再加上防護容器加上挖掘設備，需要大概5到6架 MC130J 運輸機。而且伊斯法罕海拔1500米，在這樣一種高原的條件底下， MC130J 的這個起飛性能還要打一個7折，每架飛機的實際載荷會從19噸壓縮到12噸左右。那這些飛機他們必須要在簡易跑道上起降，在伊朗的領空裡頭飛出去。而伊朗的防空系統雖然已經被打殘掉了，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消滅乾淨。我們不斷的在新聞上看到美國人的飛機被擊落，對不對？所以如果一架載着高濃縮鈾的運輸機在伊朗上空被擊落的話，算了，這個場景我們不用詳細描述了，不用往下細想了，因為這個畫面實在是太美了，我不敢想象。整個美國人的方案，他們的時間預算大概需要48個小時左右。48個小時哈，你知不知道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跨國核材料的運轉任務是什麼狀況嗎？1994年有一個藍寶石行動，那個時候蘇聯剛剛解體嘛，哈薩克斯坦境內的烏爾巴冶金廠裡頭堆着大概600公斤重的高濃縮鈾，這個保管的狀態非常的差，有被偷賣的這個風險。美國當時跟哈薩克斯坦秘密達成了一個協議，我們幫你把這樣一批濃縮鈾運走。美方當時派出了31個人，花了多長時間呢？將近1個月的時間。在一個友好的國家東道主全力配合的情況底下，沒有任何軍事威脅的這麼一個場景，美國人都花了整整1個月的時間。2026年伊朗的方案，他們要在48個小時以內完成，是在一個處於戰時狀態的敵對國家的腹地，在一座被巨型鑽地彈炸塌了入口的隧道裡頭，
頂着伊朗革命衛隊隨時有可能發動地面反擊的這麼一個場景底下，要完成這個任務，其實難度不是一般的高。CNN 政治頻道引用了中央司令部一位高級軍官的評估，他說，如果突擊隊進入伊斯法罕核心區域，他們面對的將不再只是游擊隊式的零星抵抗，而是有組織的裝甲反擊。伊朗他不需要擊敗你整個美國的部隊，他只需要切斷你的撤退路線，把跑道炸掉，或者把你的運輸機打掉一兩架，那你的人就走不了了。有一位參加過內部簡報的準將，他說了一句話，如果你們真的想把這樣一批龍說鈾找到並且運轉出來的話，你一定會在這個過程當中丟掉一整個師，而不僅僅只是2架飛機而已。在上一期節目當中，我們說到一架 F-15E 打擊鷹在伊斯法罕附近被擊落，武器系統官這個美軍上校彈射跳傘之後藏在岩石縫隙裡頭，然後美軍啟動了大規模的搜救行動，他們派出了包括暗夜潛行者、海豹6隊、MQ-9 無人機、A-10 攻擊機，他們在伊朗的腹地建了一個前線臨時機場，7個小時之後把人成功的撈出来了。那今天我說的是這個故事的另外一個維度，搜救編隊他們降落的位置距離伊斯法罕的核設施大概只有35公里。我們注意一下這幾個事實的時間順序哈。3月底華盛頓郵報他們報道說，特朗普要求美軍制定一個搶誘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空運挖掘設備在伊斯法罕的核設施附近修一條簡易的跑道，然後用貨運飛機把鈾運走。4月3號 F-15E 它說巧不巧恰恰好就在伊斯法罕的上空被擊落，然後4月5號 MC-130J 運輸機降落在距離伊朗的核設施35公里左右的一條簡易跑道上。所以我們比較一下搶奪龍說鈾的這個方案需要用到什麼裝備。 MC-130J 運輸機簡易跑道在伊斯法罕附近的一個地點，然後我們再看看營救行動實際上動用了什麼。同型號的運輸機簡易跑道同樣在伊斯法罕附近。那所以這兩個模式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真的說實話也太巧了。不過我覺得我把話說清楚，我個人並不認為本次营救行動是假的，因為被擊落的美軍上校他是真實存在的。美國人應該不至於說為了一個掩蓋的動作損失掉一架 F-15 的戰鬥機是小事情，但是讓美國人置身險境，搞不好真的被俘虜了，或者是真的被殺掉，那這個政治代價是很巨大的。而且幾個小時以前，特朗普的記者招待會還透露了一個細節，本次營救之所以搞成這麼大的動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說有人泄密了。有高級將領向媒體泄露了還有1名飛行員失蹤的消息。伊朗人他們本来不知道還有人生還，結果這個消息一傳出來，立刻發出了巨額的懸賞，動員了成千上萬的平民滿山遍野的去找這個美軍的上校。一次本來應該非常低調的救援行動，就這麼被一個泄密者逼成了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CIA 的局長他在記者會上承認說，他們不得不啟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欺騙行動，同時在7個不同的地點制造美軍存在的假象，而且還故意讓9架飛機在離目標25英里的海岸線上盤旋，想把伊朗人的這個注意力和伊朗軍隊往錯誤的方向去引。而這個細節其實也解釋了為什麼本次營救會投入那麼多兵力和那麼多的飛機，不一定是因為另有目的，有可能只是因為有人泄密把整件事情搞大了，所以美軍跟 CIA 他們不得不用很大規模的行動来換取飛行員的安全。不過話又說回來，營救是真的，跟軍事行動的目標有且只是營救其實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軍事行動当中一石多鳥其實是一個常規的操作，你在救人的同時，不如順便就測試一下這個可能性。比如說在伊朗防空網最核心的區域，美軍的地面存在，這個極限的時間是多長時間？在離核設施35公里的距離上， MC-130J 這個運輸機能不能降落，能不能停留，能不能順利起飛？
所以有這個想法非常合理，對不對？而測試的結果到底怎麼樣呢？我們看到美軍的2架 MCA-130J， 它的運輸機前輪陷進了鬆軟的離地裡頭，它飛不走了。價值 1.15 億美元一架的運輸機趴在了伊斯法罕的一片菜地裡，美國人不得不親手炸掉了它們。那如果這真的是一次帶裝彩排的話，那麼考試的結果就是不行，這個彩排失敗了。連降落起飛都做不到，更不要說到時候滿載這些龍梭鈾還怎麼樣起飛，還拿什麼去搶伊朗人的核材料呢？不管營救行動的真實意圖到底是什麼，但他的確是用最殘酷的方式證實了在伊斯法罕的附近，美軍想要停2架飛機48個小時以上都沒有辦法做到。所以這實際上意味着美軍在策劃的這個用挖掘機打開一座被封死的地下100多米的隧道，然後找到龍梭鈾運走的這個方案，其實沒有那麼容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那絕對不應該忽視這種可能性。美軍所謂的搜救行動完全可能是一場欺騙行動，旨在掩蓋想要竊取伊朗龍梭鈾的真正的企圖。說實話，我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個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但美國人大動干戈的實際地點距離伊斯法罕核設施只有30公里，這個事實就擺在那兒。而就在搜救部隊撤離伊朗的同一天，4月5號，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談到飛行員獲救時候，興高采烈地說，我們終於接到了他。但是當記者追問關於龍梭鈾的問題的時候，特朗普的語氣突然變了。以前他對路透社說不排除動用地面部隊去搶這個龍梭鈾，但是現在他說那批東西埋得這麼深，我根本不在乎這些鈾了。不到1個月的時間，特朗普的態度發生了非常微妙的轉變。那說到這個地方，美國人的4張牌全部都打完了，炸、查、談、搶，但是看起來全部都失敗了。我們来算一筆賬，2015年到2018年，伊核協議的框架底下，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伊朗核計劃的額外費用每一年大概1000萬美元。伊朗遵守了3年，總成本大概不過是3000多萬美金。而2025年到2026年，午夜之錘行動加上史詩憤怒行動，這些軍費基本上每一天要消耗5億到10億美元。所以為了省下每一年1000萬美元的門票錢，現在每一天它的消耗超過10億美刀，而且龍梭鈾還好好的躺在伊朗的這個山底下。我們這個時代有一種幻覺，覺得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只要導彈足夠精確就能夠消滅威脅，只要钻地彈足夠大，力量足夠強大，就總能夠讓你的對手屈服。但是2026年的伊斯法罕給了這樣一種幻覺，一記悶棍。你的炸彈即便精確到了厘米級，但對面只需要多挖20多米，你就夠不着了。你的軍費即便一年有8000多億美元，但對面只需要往隧道裡頭多澆50噸的水泥，成本不到你一枚巡航導彈的零頭。你的特種部隊或許是人類歷史上訓練最精良的士兵，但是他們在一片菜地裡頭不得不丟棄了2架運輸機。所以這根本不是誰更厲害的問題，這是一堵物理學的牆。鈾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92號元素，你不能夠用炸彈把它變成是別的東西，你只能夠把它炸散、炸碎，埋得更深，但它還是鈾，它不會消失。100米深的石灰岩，它是白堊紀時代的海洋生物用了幾千萬年沉積下來的。你可以往上面扔再多的炸彈，但它就在那兒。地質時間和人類的時間它不是一個尺度，這個就是力量的極限。不是說美國人不夠強，是有些事情它不在力量的管轄範圍之內。而伊朗在本次事件當中恰好站在了這條邊界線的另外一邊。有些觀眾可能會問，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呢？總得有個辦法吧，對不對？美國空軍倒是已經在想了，他們啟動了一個下一代穿透彈的項目，2026年財年
撥了7370萬美元，目標就是造一種比巨型鑽地彈 MOP 更大、鑽得更深的炸彈。原型預計是2027年出來。但是你猜伊朗人會怎麼幹呢？他們會在納坦茲以南 1.5 公里的地方，一座叫做镐頭山的山體裡頭，正在開挖一個新的地下核設施。這次他們開挖的深度估計是在80到100米之間。你美國人完全可以造一個更大的鑽地彈，而伊朗人他們就挖更深的洞。而就在我錄這期節目的幾個小時以前，特朗普剛剛開了一場記者會，給伊朗下達了48個小時的最後通牒。注意啊，他要炸的不是濃縮鈾，而是橋梁跟電廠。他說，如果伊朗不在周二晚上之前達成協議的話，美軍會在4個小時之內摧毀伊朗境內的所有橋梁跟發電廠。所以大家看到了嗎？人類用最尖端的科技跟最龐大的預算，在玩一場終極版的打地鼠的遊戲。美國人每一錘子砸下去，扔下一枚巨型鑽地彈都是幾百萬美刀，但是伊朗人他們扮演的是地鼠，只是每一次換一個洞繼續鑽。這個才是核擴散 2.0 時代最深刻的諷刺。1981年，以色列用8架 F-16，才短短幾分鐘時間就徹底解決了伊朗的核問題。因為那個時候的核設施放在地面上，就好像固定靶一樣，等着被你打。2026年，美國用了全部的家當，隱形轟炸機、鑽地彈、航母、特種部隊，幾百億美元，拿伊朗這樣一批濃縮鈾毫無辦法，因為他們深埋在地底下100多米深的這個隧道裡頭。核擴散這個遊戲規則已經變了，不是誰的拳頭大誰說話，而是誰這個洞挖得更深，誰就能夠贏。一個國家只要能夠把足夠多的裂變材料埋到足夠深的地方，現有的軍事手段就達到了天花板。你可以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但是物理學不談判，元素它不會服從美國總統的命令，地質年代它也不在乎你的大選週期。截止我錄這期節目的時候，這540公斤的濃縮鈾依然在索菲山底下，沒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一顆已經成型的原子彈，還是一堆放射性的核廢料。那這個就是薛定諤狀態的鈾。盒子沒有打開之前，貓的狀態沒有人知道。我是艾生，感謝您收看這期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